闻着味儿就来了，你属狗的？五方开外我就闻见了。我要是偷着吃点东西还不行了？当然不行了，这是哪里的美味啊？我怎么从未闻过？一个住店客人带来的怪鱼，说是在山坡上见的。怪，萨摩饮食大法第34条，样怪则鲜美。待我助他一臂之力。萨摩，出事了，赶紧跟我走！哎呦，急什么呀？天大的事也要等我的鱼汤开锅了再走啊！赶紧跟我走啊！我要喝汤，快跟我走！喝汤，跟我走！喝汤，快走！汤，走啊！死者陈耀宗是个书生，伏案习作时被劈死在家中。哎，这尸体可真有造型感。哎，他的手里紧紧握着这个，你们看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书生在平康坊有一位私交甚好的小燕姑娘，这东西可能是他给的定情之物吧。来人，在，去把小燕姑娘找来。是。耀宗，耀宗，为什么这么狠心离开我？为什么？我问你，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小女从未见过。官人，求你一定要帮忙破案啊！我可以给你当牛做马。别再做戏了，我觉得你杀死书生的可能性最大。什么？书生忙于科举，顾不上你，跟你进行了诀别，此事有误吗？没有。所以，你因爱生恨，杀了书生，并造成雷劈死的假象。不是，跟王嗣成的事件重合，企图逃过制裁。不对，凶手不是他。什么？他浑身脂粉香气浓，装束庄重，并且身上有很强的酒气，妆容也有些花调，头发不整，应该是在妓院招待了一晚上客人吧。并且我推测，书生应该并不是要跟小燕姑娘断绝来往，而是许诺考取功名后就回来替她赎身。你手里紧紧握着的，就是书生送你的定情信物吧？小燕姑娘，我说的对吗？想问就问喽，干嘛藏着掖着？我没有。爱问不问，难受的是自己吗？哎，小撒，是我想问啊，那个你怎么发现小燕姑娘嚎啕大哭是为了玉佩的事儿？很简单，她进来的一瞬间，第一时间就是摸自己胸口以上2寸的地方，不是心口的位置，所以不是为了平复呼吸，而是说明她的胸前挂有饰物。而且王嗣成夫人也让我见识到了，死掉爱人的那种伤心是演不出来的。虽然我不太理解那是一种什么感觉。王嗣成的尸体那边还有没有发现？暂时没有。来，用力来！你们这是？啊，朝廷下令，防火防雷。用这个？嗯。找一块4寸的鱼尾形状的铜瓦放置在屋顶上，就可以避免雷电引发的天火。你们这个不行的，不行的。东起泰山雷，南起衡山雷，西起华山雷，北起衡山雷，中
即嵩山雷，五雷速发。以情使情，征服高蒙，水天二气，混一成真。五雷，击毁皇陵，阴云变化，后见群听。伏击之，突发扬声，声雷急速行，急急如律令。老大，喝茶。如果按照萨摩所说，可以排除小燕作案嫌疑的话，就要从别的地方入手了。大理寺城、书生，这两个案子，这两起雷击事件发生的时间相近，案情相似，想必必定有联系。紫苏，你回想一下。我想起王嗣成跟5年前一起强奸案有关，长孙家四公子被告强奸，那个死去的书生陈耀宗为其做了不在场证明，所以王嗣成以证据不足未将其定罪。这件事情很蹊跷，但是当时并没有更多详细的记载，均一笔带过。案子于武德9年农历11月初4未时结案。当日晴，艳阳高照，气温宜人。牛。当年案子的证人，果然是那个书生。这就是2人的联系。三炮，哎，你去探查一下那个妇女的亲人。好，这就去。我打听到了，那件事情发生以后，那妇人的丈夫一直在长安城以卖鱼为生，他的家就在这里。想必你已经知道大理寺城和书生的事情了。我知道。那你可知道，这2个人都与你妻子的案子有关？老天开眼，为我报仇雪恨！那件事情发生后，素英整天以泪洗面，告诉我他已经不再是当年的人了，让我写休书休了他。每天洗好几遍澡，一遍遍冲刷自己的身体，都搓掉了一层皮，还吵着喊着自己脏。有一天，我从鱼市上回来，素英她就上吊而죽，身上的皮还都是烂的。你现在是这个案子最大的嫌犯，这2个人的死跟你都脱不了干系，所以你必须要把事情说清楚。如果有可能，我真想亲手杀死那2个畜生。可是下大雨那天，我在东市卖完鱼，就急忙赶回了家中。哪里都没有去，邻居可以为我作证。至于书生他死的当夜，是我固定每月自家鱼塘换吃水的日子，一换吃水就需要整整2天2夜，我根本没有时间出门。真是老天开眼，老天开眼呐！隔壁的渔夫跟你走动多吗？还可以，经常有往来啊。他平时为人如何？我们现在怀疑他与2起命案有关。啊，不可能吧？绝对不可能！
他可是老实的要命，平时话不多，但是他总是帮助附近的邻居，还跟别的商贩不一样，常常把自己要卖的鱼分送给我们吃。这么好心的老实人，怎么可能杀人呢？那下雨那天，他在哪儿？你是说大暴雨那天？对，他在家。那天我去他家，想让他雨后帮我看看屋顶上的漏雨，他确实在家里。那2日前呢？2日前，哦，2日前他在家中换池水。昨天早上我妻子还抱怨晚上睡得不好，是因为被王老汉家里巨大的换水声给吵醒了好多次呢。有什么进展？书生的口、鼻、脏器内均没有发现灰烬，也就是说他是死后被焚尸的，身体内也没有中毒迹象和外伤致死的状况，心也是麻痹状态，所以说应该就是雷劈致死，可能是我们想太多了。哦，还有，他手上握着的铁牌除了纹样奇特外，没有其他发现。慢点吃啊，别噎着。世间没有会伤害我的食物。客官，里面请，里面请，不三不四招呼客人，快点快点。请。上面还有厢房啊。哇，我怎么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鱼啊？这什么鱼啊？哪来的？最近的鱼市在卖很多奇怪的鱼，只要是我没见过的，我都会买来尝一尝。四娘，我发现你的手艺有进步哎。吃完赶紧朝案去，老娘等着收尾款呢。我差点忘了。你看这个。这个东西，我知道是谁做的。你知道？我找他做过暗器。这又不是暗器，怎么确定是他呢？因为全长安城能铸造这种铁具的人，只有他一个。小哥，你看看，你认得这个吗？出自我之手，怎么不认得？那你可还记得你把这个铁牌卖给了谁吗？这种专门定制的铁牌，我只做了2个，都卖给了一个从吐蕃来的巫师。谢谢啊。好，都卖给了从吐蕃来的巫师。我也听坊间百姓说过，这个巫师通晓雷电之术，还知道大家如何安装避雷装置。要利用这一点和巫术来杀死大理寺丞和书生，都再容易不过。没错，吐蕃向来和我大唐战火不息，近来局势更是紧张。也许巫师正为该国派来的杀手，先灭大唐官员和才子，然后灭国。给我搜！别再装神弄鬼了，我们都知道。知道什么？你为什么用法术杀人？我没有杀人。你还有什么说的？我看就是吐蕃派来的杀手，准备伏法吧。我冤枉啊！我只是在练习五雷咒，使用技巧还没有掌握。如果掌握，现在就该打雷了。还敢狡辩？死者手中的铁牌，据说只卖给了你一个人，不是你是谁？这太可笑了！我确实在永乐坊的师傅那里买了这个铁牌，但是我是用来制作法器、一观天象使用的呀。少卿，找到这个，怎么样？的确和书生手中的一模一样。搜到新衣物。还有活鱼。
你看这。也就是说，当年的案子，为长孙公子作证的还有一人。对，宣化坊的一位宿商。走，他会有危险。又有一人被电死了，死者是宣化坊的一位宿商。你们怎么又来了？昨夜跟你妻子的案子有关的那个宿商死了。看来我烧的香真的一炷都没白费，苍天助我。所以你们是又怀疑我了吗？不然如何？死掉的3个人都和你妻子的事情有关。我明白，我确实有最大嫌疑。可是我身体不适，都没有出摊卖鱼，在家休养了1天，哪儿都没有去。你们可以随便问街坊。来，老大，喝鱼汤。这鱼汤可炖了很久哦。嘿，你傻呀？嚯，是挺烫啊。来，来，哎，鲜，哦，刚才我听说呀。这鱼市上啊，最近出现了很多怪鱼，虽然味道一个比一个鲜美，但捕捞起来啊有点费劲。说灞河边有个渔夫收网的时候被累着了，浑身抽搐，直直的倒在水里，当场毙命。萨摩，我想知道你的铁牌是不是曾经丢失过？你怎么知道？你还记不记得什么时候丢的？上次给巫师做铁牌时，刚做好2个就发现不见了。上次我来问你的时候，你怎么没说啊？我以为是小孩淘气给搞丢了，没放在心上，就再做了2个给巫师。这有什么问题吗？啊，没事。申兴龙，啊，大人，我是长孙家的下人，我家公子失踪了，夫人在家中一病不起，派我来告诉你们。天哪，他不会已经死了吧？肯定是死喽，不然怎么会平白无故消失呢？我明白了，你们跟我来。去哪儿？去拯救公子。他还没死吗？还没死，快，再晚来不及了。我可不去啊！你为什么不去？我不理解为什么要救长孙公子啊？他难道不是最应该死的吗？我们都不要去救他，等他被杀死吧。滔天罪行也应该用律法，也只能用律法来解决。现在你知道什么是痛苦了吧？去死吧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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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住手！闭嘴！会上委，我已经做好了一切。你们到底是怎么发现的？为了给亡妻复仇，你的确费尽心思。即便如此，你的作案手法还是漏洞百出。三炮告诉我，最近有渔夫因捕到怪鱼被累死，那是谣传。我在鱼市了解到的事实是，一位渔夫捕捉到了一种名叫电鲶的鱼，他不幸被电鲶电击而死，而这种电鲶正好满足了你复仇的需求。三炮在你的家里发现了吐蕃的法术竹简，说明你与吐蕃巫师有来往。我们搜查了巫师的住所，他的衣物都破烂不堪，鞋底也快被磨破，可见生活定十分窘迫。
我看到他画的五雷符咒是错的，说明他确实不通术法，但他只晓些万物之理。还有活鱼啊！我们在巫师家还搜到了活鱼。巫师供述说，你在贩鱼的途中与他结识，得知巫师喜欢吃鱼，你就经常带着捕来的鱼去拜访他，他便授予了你一些引雷制电的原理。后来你得知巫师在铁匠处定制了小铁牌做法器，所以你趁铁匠不备偷走铁牌，用铁牌作案，并故意将其留在案发现场，栽赃陷害于吐蕃巫师。作为一个渔夫，你经常宿渔到那些官员府邸，跟下人们混得熟了，甚至可以随意出入戒备森严的王嗣成家，对王嗣成平日的起居作息自然也是了如指掌。你伺机潜入王嗣成书房，将避雷的铜线连接到有铜条装饰的桌子。雷雨之日，王嗣成赤脚在书桌前习作，便出现了在房内被雷击致死的怪象。杀死书生时，你将水之中养的电粘放在水缸里，并用板车拉到书生家，在书生睡梦中将绑有铜线的铁牌放在书生手里，然后把铜线另一头放入充满电粘的水缸之中，书生当场被电死。然后你放火烧尸，再将其放回床上，营造与王嗣成一样在室内被雷劈的假象。清修后，你把电粘弃在了山坡上，以为会有畜生吃掉。一个住店客人带来的怪鱼，说是在山坡上捡的，没想到却被客人带回了凡舍，被四娘烹制，真巧。再说说你的不在场证明，书生被害当晚，你说你在换洗水池，邻居作证，听到换水动静很大，那声音我在鱼市里也听到，是鱼翻腾的声音。这种体型硕大的电粘需要大量的小鱼作为食物。你将电粘吃剩的小鱼分给了邻居，邻居还以为你是个好心邻。你杀掉了王嗣成和书生之后，我们找到了你，觉得事情快要败露，所以将素商杀死。从现场的痕迹和验尸结果推断，你杀死素商时异常仓促，手握木棍或木板，将其头按在了装有电粘的水缸中，电死、烧焦。我在案发现场发现了大量的血迹。你说你当天生病没出门，可是为什么你的鞋子却全是泥巴？院子里装鱼的板车也是湿漉漉的，你有什么要反驳的吗？哼，我佩服你。不过，我的报复计划也快要完成了。没错，就是我杀掉他们。可他们都该死，都该死！那个软弱的书生，目击了苏银被这个混蛋强暴。但是却位于强权，而做了假证。苏生当时在旁边戏谑嘲弄我妻子。王嗣成收了这个人的贿赂，而把案子压了下来。这些人都应该受到雷公的制裁。那个死去的渔夫，是我一起打鱼的朋友，就是死于电粘击中。于是，我就萌生了这种方法复仇。现在就差最后一步了。我现在就要亲手杀死这个畜生！快人救我！快人救我！放手！来喽！久等了，久等了！哦，来！哎，我告诉你们说啊，以后呢，你们再也不能说我萨摩多罗只认钱不认朋友了啊！有什么好事没想着你们啊？这个是我独家秘制的萨罗汤，10全大补，所有的精华我都放在里面了。来，尝尝，尝尝。不错哦。真好喝。
不过这渔夫虽然杀了人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也算是替天行道了。总结得对，耶！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咱们也算是替天行道了呀。嗯，什么意思啊？鱼汤，鱼汤挺好喝的。对啊，还行。嗯。真鲜。说不定啊，渔夫就在你们3个的肚子里呢。三木多罗，三木多罗，任何人都不能打着主持正义的名号剥夺他人的生命权。我掐死你啊！我打！这是鲫鱼汤，鲫鱼汤。姑娘，大半夜里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？很危险的。啊，冒昧了，在下宁采臣，请问姑娘芳名？公子难道不知道这厮闹鬼？平生不做亏心事，半夜敲门心不惊。我叫聂雪清。姑娘，聂姑娘，小心！一命二运三风水，四积功德五读书，六名七相八敬人，九交贵人十养生，11择业与择偶，12趋吉要避凶。这位先生，能算命吗？你呀，不能再找人算命了。啊？你看啊，人生下来呢，有个命，命是定下来的，是前世的善恶决定的，和这一世的善恶无关，改不了的，算出来也没用。这一世的善恶改变了的是运，但运不是那么好改的。这样吧，你给我200万，我保证你逢凶化吉，从此无忧。不是，200文就能改运，有那么神吗？那当然啦，
去年小女子幸得这位先生相助，嫁得如意郎君，如今是特地来谢谢这位道长的。哎呦，这位道长啊，厉害的不得了！哟，哎，看热闹！哎，我给你逢凶化吉呀！哎呀，等等，什么热闹？待会一块儿啊！你看看，好像要出大事了。出什么大事？你不知道啊？辅国大将军刘洪基刚从塞外回来，原本一直驻扎在城外，怎么突然进到长安城里了？听说呀，这刘洪基张扬跋扈的很啊！哎呀，他要是面圣的时候还这样，可就麻烦了。反正不关咱们的事儿，到时候就看好戏喽。就是。那裘书生怎么还在啊？萨摩，快换了衣裳，给老娘收房钱去。小倩，小生宁采臣，你们是？这里是长安城，我叫公孙四娘。你现在在我客栈里，他叫萨摩，我这儿打杂的。你昨天晚上去兰惹寺了？你怎么知道？你衣服上扎满了麻黄，这种植物喜干，那附近的山上只有兰惹寺里长满了麻黄。兰惹寺，干尸，兰惹寺里有干尸。干尸？小生不敢说谎，兰惹寺真的有干尸。看你年纪轻轻的，别学人家装疯卖傻。住店钱不收你的了，既然你已经醒了，就早点搬出去。我没装。兰惹寺还有一个女子叫聂小倩，你们找到她没有？你大晚上的在兰惹寺碰到个女的，不是人吧？是女鬼吧？我听说呀，兰惹寺的女鬼专门吸人血，把人活活吸成干尸。伙计说你在这里，有急事，萨摩跟我走。什么事啊？北村村口死了人，赶紧跟我们去看看。又是北村？嗯？喏，这个家伙也是今天早上北村村口来的。他是谁？啊，他叫宁采臣。这书生昨晚去兰惹寺了，早上昏倒在北村村口。一个马队路过，把他捡回了长安，丢在我店门口。就是那个闹鬼的兰惹寺？啊，对，干尸，兰惹寺有干尸，真的有干尸。哎呀，嚷一早上了，非说是兰惹寺有干尸，干尸把你搁在村口，等着路人来救啊。干脆你们把他带走，让他帮你们找干尸。这是办案，又不是郊游。反正我不管，要我去的话，我必须把这书生带着一起去，否则我就不去了。哎，你萨摩，你说你……好吧，都去，快一点，紫苏双叶都在村口等着呢。别怕，他们比僵尸厉害。哎，这不是早上那个书生吗？这谁啊？这书生今天早上晕倒在村口，后来被村民发现，送去四娘店里了。紫苏呢？他看不了尸体，去村里找线索了。这事儿这么快就惊动了上官家，恐怕死者身份不一般呢。他是当朝的刑部侍郎江震。哦，尸体怎么这么白啊？怎么死的？江震头上有被钝器敲打的痕迹，不过不致命，应该是先被人敲晕，然后捆住手脚，割开血管，失血过多而死。尸体被放光了血，所以才显得尤其的苍白恐怖。死亡时间呢？应该是
昨夜的亥时到丑时之间。难怪江震穿着便服，看来是半夜匆匆的出门。钱袋在哪？哦，还在呢。莫非是仇杀？哦，还有，江震不一定是在河边被放血的，失了那么多血，附近应该有大量的血迹才对。被放血，又被抛尸在这儿，江震会和什么人结下这样的血仇呢？先把尸体抬到我那儿去，我再做进一步的检验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线索。好。来人。等等，怎么了？麻黄草，他去过兰惹寺。兰惹寺就在这河上游的方向啊！早听说那里闹鬼，看来真的有看吸人血干尸。都给我住嘴！看来确实得去一趟兰惹寺。好啊，那么我们就一起去兰惹寺一趟。走吧，书生，带我们去找干尸啦！我已经做了尸检，这些干尸死了少说也有近10年了。哎，我长这么大见过那么多死人，干尸我还是第一次见，而且是一地干尸。哎，子苏来了。我听村里有人回来说兰惹寺发现干尸，就过来了。村里有什么线索吗？昨晚村长家女儿办酒席，全村人都在祠堂，没人注意村外面发生的事。倒是兰惹寺10年前的大火，上岁数的人都记得清清楚楚。10年前的大火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兰惹寺早在前朝就是个荒寺，一直阴阴森森的闹鬼，人们总在那附近听到女子的乐舞声，村民都绕着道走。10年前突然起了一场大火，那火烧了3天3夜，没人知道怎么起的，也不知道怎么灭的。在那之后，闹鬼的传闻就越来越多，就更没人来这附近了。所以说，这些干尸，他们就是死在那场火里。哎呀，这都死了，烧干净就完了吗？尸骨尽毁，这种死法叫人看了心里难受。这些人躲在地下，死前一定经受了极大的痛苦，但是正是因为留了全尸，我才有可能查明他们的死因，为他们伸张冤屈啊！到底是什么人，能弄出这么样一个地洞呢？还有一个问题，江震为什么会死在这里？他和这些干尸到底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些尸体怎么了？这些死者都是女人，而且她们的面部轮廓比一般人要深。我不敢确定，但是我怀疑她们是胡人。没错，萨摩说的对，10有8九是胡人。书生，你昨晚到兰惹寺是什么时辰？我记得我走到村口，天刚刚全黑，然后又走了大约1个多时辰，才迷了路。那个时候应该是亥时吧？这么说，你在兰惹寺的时候，江震还没死？我不知道什么江震，我就想知道小倩呢？小倩又是怎么回事？如果真有这么个人的话，他要么是凶手，要么也肯定看到了什么。先别管那个小倩了，先把尸体抬到我那儿去。是。三炮，你去把江镇府里的人带到大理寺问话。好的。老夫是江侍郎府上的老仆。你最后见到江侍郎是什么时辰？我最后一次见到主人是戌时，主人说要睡了，他把所有的下人都支开了，
没有人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出的门。你又知道些什么？小的昨天晚上亥时去上茅房，看见主人站在房门外读一张纸条。等我从茅房回来的时候，又看到主人从房里出来，神色担忧，放了支信鸽。小的不知道跟案子有何关系，所以也不知道该说不该说。喂，大清早的又去哪儿鬼混啊？我约了子苏，再到蓝染寺去看一眼。早点回来啊！知道了。你知道蓝惹寺是怎么回事吗？啊，干尸复仇啊！干尸啊，一到半夜就化身成一个美丽的女人的样子，先把人引到蓝惹寺里，然后再杀了他们，杀了之后再喝他们的血呀！啊，这么恐怖啊！可不是嘛！来，你从干尸洞口找到的铜盆我看了，上面的花纹确实是拜火教独有的。这个佛寺居然还跟西域的拜火教有关系啊！嚯，居然派了这么多人把守蓝惹寺，也太夸张了吧？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哎，这地上的东西好像不是石头啊。铜镜。还有个耳环。怎么觉得好像有人跟着我们？有吗？走吧。江镇一案查得怎么样了？回陛下，臣正在尽力破案。朕还听说，郊区的古寺里发现了数具干尸，闹得长安城上下人心惶惶。依微臣所见，这两个案子恐怕有所关联。哦，陛下，干尸案事关胡人，应转交给萨保府处理。莫非康公是觉得李某查案不力，才要把案子揽入自己手中？李少卿，辅国大将军刘洪基上殿。陛下，臣来晚了。臣刚刚回朝，就听闻江侍郎噩耗，十分痛心。臣愿协助大理寺共同查案，恳请陛下恩准。康将军在边疆劳苦功高，此次回朝还愿为朕分忧，朕岂有不准的道理？谢陛下。岂有此理！刘洪基还没通过陛下的同意，就直接把自己的人驻扎在蓝惹寺了，而且还态度蛮横。今天上朝的时候，那个萨宝康广达也很奇怪，急着要把干尸案往自己手上揽。这刘洪基和江镇是同一个地方来的，这中间到底有什么关系？哎，大家都饿了吧？晚饭马上就好啦。这城里的传闻可是越来越离谱，有说女鬼吸血的，有说干尸复仇。哎，你们什么时候能破案啊？这会不会是拜火教的什么古怪习俗？我在这间客栈这么久，可是见过不少拜火教的，没听说过有把人烤成干尸的。没错，我也觉得和宗教祭祀没有关系。今天我和子苏在蓝惹寺寺边上，又挖出了一面铜镜和耳环，线索越来越乱。看来，这个寺的过去才是关键所在。但是现在蓝惹寺被刘洪基的人把守着，也没有办法靠近啊。人是铁，饭是钢，发愁有什么用啊？吃饱了才有力气破案呢。哎，怎么还没好啊？不三不四怎么那么慢？哎，书生，
你什么时候醒的？昨夜回来就睡到了现在，刚起。你等会儿，昨天一天也没见到你说的小倩，你不是在编瞎话吧？恐怕真的是我的幻觉吧。哎，外头宵禁了。我门口透口气。小萨，萨摩，快起来，出事了！哎呀，大清早的吵人睡觉，什么事儿？萨摩府的康广达也死了。什么？你叫上书生，咱们一起去看看。好，你赶紧的啊！哎，正找你呢。走，又有人死了，跟我走。去哪儿啊？哎呀，去哪儿你甭管了，没准能看见家小倩呢。走。我不去，走了。我不去，走了。都说了我不去了。走。死亡时间应该是昨夜的子时到寅时之间，死亡原因还不清楚，身上别处没有伤痕，头是死后才砍下来的。什么情况？尸体下面有麻黄，又是蓝忍寺啊！哎，他怎么也来了？还不是萨摩非让我把他拽来。紫苏姑娘，别怕啊，别怕。这是什么？不清楚，好像是被什么虫子咬过。奇怪，今天不上朝，他为什么穿着朝服？啊，我一会儿过去看看。什么事？说。回禀官人，主人干嘛吞吞吐吐的？说。既然主人已经过世了，老奴也管不了那么多了。主人生前有个库房，专门存放别人送来的礼。刚才丫鬟过来说，见库房门虚掩着，不知道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啊？那带我们去看看吧。好，走。哇，你们主人够可以的，这些东西得值多少钱呢？哎，这么重要的库房就没个人看守吗？回官人的话，原来有个看门的，昨天主人突然发了好大的火，把那个人打发回家了，还没来得及找个新的。你快点，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丢了。是，快点。哎，李治，你们官差不多大，你家里是不是也这么多宝贝啊？我说你，少了什么东西？回官人，珠宝摆件都没有少，唯独少了3幅陆探微的画。主人最宝贝这画，也不挂出来，特意放在柜子的第2层，一来不落灰，二来万一进了贼，也不引人注意。陆探微的画穷理尽兴，视觉严相，包前蕴厚，古今独立，非复激扬所能称赞。想不到康广达康公身为武将，能有这么高的眼力。这锁是用钥匙开的，这府里有多少人有这房间的钥匙啊？回姑娘的话，这库房的钥匙，只有主人和我2个人有。就你们俩有？哎呀，老奴对主人忠心耿耿，别无二心呐。况且老奴手无缚鸡之力，怎么可能杀死一个壮年男子，还把头砍断呢？那就是那个看门的，他对主人怀恨在心，先抢了钥匙，再杀了康广达，然后把现场伪造的像蓝惹寺案件一样。那看门的人不可能知道麻黄的事。有道理。对，绝对不可能是看门的。论价钱，陆探微的画还不及这些玉钱，可凶手呢，光拿了这些画，却没有碰其他的东西，可见非一般的莽夫。会是谁呢？
先回去再说喽。请。来，客官里面请。吃饭。来，请。书生呢？被萨摩硬拉去看了个无头尸体，回来就发了烧，房里躺着呢。江震死在兰惹寺，什么人能半夜把他从府里叫到兰惹寺去啊？不明白。另外，你们说这个凶手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地把康广达的头砍下来？都不明白。这2个人都是朝廷重官，而且这2个案子好像都与兰惹寺的过去有关。这江震是出门之后在兰惹寺被杀，而康广达却是在戒备森严的萨宝府里，夜闯萨宝府不被看到一点踪迹，这凶手不是一般人呢。哦，那这么说来，这越来越和兰惹寺的干尸有关系了。人们流传的干尸变成女子杀人的传说，会不会是真的？看来这书生没有骗人呐。这世上哪有鬼，哪有什么干尸啊？老大，吃。还有个地方很奇怪，如果是仇杀，那么杀康广达的人为什么要拿走那些画呢？小撒，来，你不吃也倒掉了。我以为你要留着当宵夜呢。你是怀疑书生？你怎么知道？别人我不了解，你我还不清楚吗？你硬拉着他去看死人，肯定是想看看他的反应。哦，你也看出他说谎了？哼。是你？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还是那么胆小怕事。你懂什么？我这叫赢者保身。保身？萨摩多罗，萨摩多罗，萨摩多罗。我在思考。刘洪基早上没有去早朝，你跟我一起去兰惹寺看看。那个书生怎么样？睡得香着呢，我找小六在隔壁屋守着。放心，这些个碗碟。禅。哎，李少卿，刘将军有令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麻烦通报一声，就说李治看将军没有上早朝，很是担忧，特来拜见。李少卿，刘将军他不在，你请回吧。来了，李少卿。刘将军，老夫今日身体偶感伤寒，没有去早朝，有劳李大人费心了。几位既然来了，那就进去坐一坐吧。不必了，告辞。
简直太目中无人了吧？啊，见到我老大连马都不下。不是他不愿意下，恐怕是他站不了。为什么？他腿上渗出血了。你也注意到了？看来刘将军刚和什么人打了一场，肯定不是塞外的旧伤。看你挠了一路了，怎么了？啊，我那天去过江府下人房以后，好像被什么虫给咬了。给我看看。啊，看，特别痒。去找双叶。怎么了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无头尸体根本不是康广达。一个养尊处优的五品官身上，不可能全是虫子叮咬的疹子。还有，他的手脚指甲都十分粗糙，只有生活条件非常恶劣的下人才会这样。我推断这个人可能就是那个被解雇的看门人。我竟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。尸体没有头，我们却一眼就认为他是康广达，因为他死在康广达的房间里，而且他还穿着朝服。奇怪，今天不上朝，他为什么穿着朝服？我们都被下意识的反应骗了。虽然发现了细小的可疑之处，却没有最早的定论推翻。什么人会想要伪造康广达的死？还记得当时紫苏说的吗？夜闯萨宝府却没有被看到一点踪迹，肯定是个高手。要是他，根本不必潜入萨宝府杀人呢。还有，这个人精准地拿走了陆探微的画，是他自己。为什么呢？为了不让嫌疑落到他的头上。这江震也是他杀的，可他为什么要杀江震呢？这个我还没想清楚。但是我觉得，可能跟兰惹寺过去的秘密有关。三炮，你去趟康府，要几张康广达的画像，明天就带人全城搜捕。好。来，案子终于破了，我们去四娘店里吃饭去。好主意。哎呦，这雨啊，一阵有一阵没的。哎，幸好这画像没湿啊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案子都快破了，还吃不下去啊？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地方想不明白。等雨停了，这样三炮把康广达给抓了，一切不就明白了吗？那书生呢？在楼上呢。我去看看他。来吃饭。书生，我们一起在下面吃庆功饭，你要不要一块来高兴高兴？什么？凶手抓住了？还没有，不过我们已经知道是谁了。明天就要开始全城搜查，你来不来？来。书生，下去一块吃饭吧。啊，不了，我想把这本书给读完。你们吃啊。那我们去吃了。就你呀，信不信？分分钟给你拿下。等我哦。少卿，少卿，又有人被放血死在北村河边了。什么？他，就是他。啊！死于今天凌晨，和江震一样的死法。杀死他的和杀死江震的凶手一定是同一个人。难道我们一直都想错了？也许
康广达根本不是为了逃避嫌疑才伪造死亡，而是为了让想要杀他的人认为他已经被干尸案的凶手杀了。可是他还是死了呀。这么说，我们不仅要找干尸案的凶手，还要找另外一个想要杀康广达的人。他身上还有很多乱伤，像是经过了一番打斗。割断血管的痕迹是2种不同的痕迹。打斗？